大家有听过 Y 字眉心吗？它是隆鼻手术中的一种术式。这个其实很像是女生在化妆的时候，眉头下方这边打一点点鼻影，去创造这个柔和的立体感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谈谈我们手术设计的时候，怎么样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线条感。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。各位东粉好，我是龙影医师，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是 Y 字眉心。大家有听过 Y 字眉心吗？它是隆鼻手术中的一种术式。我们都知道，平顺的线条是五官协调的一个关键。隆鼻手术的时候，怎么样去衔接眉头跟鼻梁之间的线条，是手术前需要仔细评估的。我们可以注意到教科书这一张示意图，可以发现它这边是形成一个很协调，两边的 C 字形的一个线条。鼻背的中间呢，反而是比较窄的。往眉心去延伸的时候呢，并不是一直直挺挺的，然后甚至这边有出现一个断层感，而是一个很柔和顺上去的线条，这就是所谓的 Y 字眉心。这个其实很像是女生在化妆的时候，适合在这个眉头下方这边打一点点鼻影，去创造这个柔和的立体感，这就是 Y 字眉心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谈谈我们手术设计的时候，怎么样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线条感。我们大概分成两种。一种呢是鼻膜没有放很厚的时候，尤其是小于3mm，各位可以想象哦，我在这里如果变高一点点1-2mm 的时候，各位如果自己在镜子看，就会发现，我轻轻捏起来，其实我的软组织就会自然顺上去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的鼻膜设计呢，我只需要有一点点的引导作用就好了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落差很大。什么叫落差很大？我眉心非常的突出，然后我3根非常的低，我需要一个相对高的假体。那时候我就要小心，当我放了这么高的一个假体，在这个组织，尤其这个组织如果皮肤比较薄的时候，皮肤没办法自然的顺出这个 Y 字的形状，我就要很刻意的用所谓类似4段式隆鼻去做一个假体，再去引导整个组织形成这个 Y 型。首先呢，我们把它分成2大类。第一叫做扁、厚、顺。这什么意思？等一下解释哦。另外一种呢是宽、薄、创。这什么鬼东西？好，我们来试着解释。第一个呢，什么扁？就是假设我今天需要的假体是扁的，就是说我的眉心呢跟3根呢落差没有很大，就是鼻子通常都还蛮挺的时候，我只需要一点点的鼻膜，我的假体薄薄的，大概只需要一个小于4mm的一个大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自然的顺出这个 Y 字眉心。那厚是什么厚呢？皮肤厚。皮肤厚的人呢，我们稍微在底下增加一点点组织的时候，它其实也很容易自然的就引导出这个很顺出去的眉心。所以当我们假体是需要扁扁的，或者是我们皮肤本身比较厚，其实我们用顺的方法就可以创造 Y 字眉心了。可是反过来讲，如果我们今天的假体是需要很宽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眉心跟3根落差很大，我鼻子特别的塌，我需要一个大于4mm的厚度的一个鼻膜，我的皮肤又特别的薄，我放了人工材质以后，因为皮肤很薄，它很难自然的顺出那个延伸感，假体的边缘它会形成这一个断层感，那我们就要用创造的方式来形成这个 Y 字眉心。那实际上做法呢，假设是这种比较扁的假体，然后比较厚的皮肤呢，我们会把假体原本假体是 Gore-Tex 这一类的人工材质，是侧面是长这个样子的，我会刻意把它雕出一个边缘有一个衬裙，就是多一个小尾巴，顺出去的小尾巴，在这个眉心的位置，它就会让这个组织很自然的延伸出去，就会很自然的形成的一个 Y 字眉了。那如果是第二种落差很大，需要一个更厚的一个假体的时候，然后皮肤又比较薄，那我们可能就不用这个方法，就要直接用片状的 Gore-Tex 直接去，这是正面雕出一个 Y 字形的一个鼻膜，让它去延伸这个眉心。各位这样讲解有更清楚了吗？了解 Y 字眉心后，大家以后是不是会更注重眉心与鼻型之间的衔接呢？我很好奇各位在化妆的时候，在做修容的时候，会刻意注意鼻子与眉心之间这个柔和的衔接吗？ A 会， B 其实我从来没有注意过。欢迎底下留言与我们分享讨论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
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放弃治疗人生就会轻松。